天天向上提醒您本期看点：春日好风光，出游正当时。天天向上将在这个春天开启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系列策划。第1期，我们将带着大家乘着开往春天的列车，看辽阔中国。吃着美食，唱着歌，洗着淋浴，K 着歌。熊猫3列，巴适得很。好想做这个。哇！跨黄河，越长江，天南海北第一车。火车上了轮船，选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犹豫了。你都没选我，你还好意思说我犹豫？你选我了吗？你选的谁？我选。你为什么选？因为都在选你啊！怪不得你叫王鹤抠。行，我明白了，我没讲道理。你说谁不讲道理呢？横跨亚欧大陆，驰骋蒙古草原，俯瞰贝加尔湖。欢迎您乘坐 K3次国际旅客列车。我就很想去体验一下，因为它每一段旅程都会有当地的美食。到了唐古拉，就意味着我们站到了青藏铁路之巅，也是真正的世界铁路之巅。看到的景色就是蓝天白云，皑皑的雪山，底下就会变成了绿绿的草滩。这一趟列车每一帧都是一幅画。欢迎乘坐风花雪月号，因为我们时常要接待外国旅客，需要双语展示。女士们、先生们，他的英语我听得懂哎。Welcome aboard our trip. For all of crew members， 嘴型特别的性感迷人。干啥玩意儿？你这笑的，你这咋整？伪装者策划重磅归来。这叫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嘿！难道是说我们的导演组吗？这排除嘛，这个肯定不是嘛。那就是他。这个为什么没问题啊？如果他是真的，就太厉害了。伪装者是。我们天天向上散发的光，天天向上乘风破浪。我们天天向上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来日方长。一起玩，不离不弃大声唱。旅客朋友们，开往春天的列车即将要出发了，请还没有上车的旅客尽快上车。哇，好美呀！哇，一波来喽！注意了，注意了，注意了啊！谈恋爱的不要谈了啊，说你了。合照的也不要再合了啊！那些发呆的人给我醒一下啊！窗外的春天是很美的，千万不要错过了啊！欢迎各位乘客乘坐开往春天的列车，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啊！各位，我们现在行驶在京张铁路南口到居庸关的路段，窗外是著名的花海景观，看呐！漫山遍野的桃花金矿竞相开放，火车就像穿行在花海里。花会懂。是的，我们的列车马上就要进入到居庸关八达岭路段，看长城。巍峨的长城在这里和我们一起蜿蜒在花海之间，仿佛山间并木的双龙，山水人文历史典故在这里完美的交融。各位旅客，我们的火车穿山越岭，奔赴塞外，小心点儿，这里风很大哟！哎，行啊！本次列车的终点站即将到站，欢迎大家来到春天。哎哎，天天向上，day day 啊
好了，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由猿辅导在线教育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向上》。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是的，刚刚我们一起去看了花海的4位嘉宾，是我们湖南卫视热播剧《理智派生活》的4位主演，欢迎掌声欢迎！来，有请几位。Hello， 大家好，我是王鹤棣，在《理智派生活》中饰演沈若欣的小助理，同时也是他的追求者。追求者，你追谁？沈若欣。我们都想追耶啊！ Hello， 大家好，我叫包文婧，我在《理智派生活》里饰演宋子妍，我是沈若欣的闺蜜，千年闺蜜。好，我们的包包欢迎，欢迎。嗨，大家好，我是李宗翰，在戏中我是沈若欣的职场金手指，当然也是她的追求者。啊，这么多追求者，我们只能开着火车追了。好看就是好哈。被追的这一位 ，Hello， 大家好，我特别荣幸是沈若欣的扮演者秦岚，然后我右手边这个弟弟呢是对我有一些意思，但是我对他呢也是有些意思的。那边的老板呢，他是喜欢一点我的，但是我要不要喜欢他呢？还是我喜欢谁呢？让我的千年闺蜜。哦，选我，我选啊，选你，当然选我啊，好吧。千年闺蜜做决定啊！天天向上呢，在这个春天开启的《我的祖国是花园》的系列策划当中呢，我们在中华大地上，我们要随处采撷都是风景。我们看大江南北，看四季风光，看幅员辽阔的这个大国图景。春暖花开，祖国处处是花园。天天向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系列踏春而来，开往春天的列车。中国色彩，夜游旅行新方式等一系列策划，带大家看江山如画，看人文风貌，看幅员辽阔的大国图景。哇，这好美啊，好美！大家好，我是丁真，很荣幸成为《天天向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系列节目的推介官。祖国那么美，跟着我一起出发吧！大家都有过坐那个绿皮火车的经历吗？有，绿皮火车对于我来讲，它是我梦想开始的地方。哦，实话怎讲？因为我原来在舞蹈学院毕业之后，是坐着绿皮火车去广州报道。结果在那个时候，我买了一张上铺的票，我的下铺住着一个珠影电影制片厂的副导演，然后他就说：“小伙子，你条件特别好，你到了广州之后，你 call 我，给我留了个 BB 机，这么时尚。”然后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有机会拍广告，然后到后来有机会拍电视剧。哇，进入这一行原来是绿皮火车上的渊源。我跟好多人说，好多人都不信，但真的是那个是叫亮亮姐，好神啊！这真的是神奇啊！每个人走进演艺之路的这种开启都挺神的，一般都是陪别人面试，自个儿进去了啊。什么叫自个儿进去了？我进入了演艺界。我是99年来北京学舞蹈的时候就坐的是绿皮火车，然后后来家庭条件有一点钱了，然后就可以坐卧铺了。只有家里有点钱之后，我就买了一个绿皮火车，买了一节车厢。上铺还是下铺？上铺。下面有亮亮姐吗？没有。哎，上面有一个光头也挺亮的。对，下面有包贝尔。弟弟呢？就是在新疆拍戏的时候坐的火车，我的感受就是特别助眠，因为那段时间在剧组特别累嘛，然后那个绿皮火车就颠，然后在那卧铺就特别好睡觉，而且它有那种特别有规律的咚咚咚咚啊，睡得特别舒服。兰兰应该也是做过。我记得有一次是夏令营，然后就是包一节一节车厢，然后那个绿皮火车是可以把窗户摇下来嘛，然后吹着风，然后男同学唱一首，然后女同学唱一首，这样 PK。现在你想想看，再回到那样的日子，真的是特别的美好。一博，你坐过绿皮火车吗？坐过，特别小的时候去奶奶家，从洛阳到铜川。然后一个晚上差不多，也就感觉挺好玩的。记得那个卧铺旁边就是挨着窗户会有个那种小座，然后往下可以弹上去的。对，弹了一晚上，对不对？耶，好神奇！没有，就觉得挺好玩的，在车上睡一晚。对。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坐火车就是跟父母亲啊，就回老家，那真的就睡觉的时候，就是塞在那个座位底下睡。所以你想晚上从这个车厢到那个车厢要过多少个人头，对不对？那个脚底下啪啪全都是，因为那时候人太多了，唯一的交通工具，长途交通工具就是绿皮火车。嗯，对。那我们想问一下4位，如果说挑一位作为旅伴的话，你们会挑谁？那还用说？我肯定挑大篮子。大篮子哈，让他看一下我们武汉的樱花有多美。一路上呢，再展开我的攻势，好好追求一下。我也选择齐兰姐。闺蜜嘛，是不是？对，因为齐兰姐很会照顾人。哦。很贴心。是。我本来很想选兰姐的，但都选兰姐的，我想选汉哥。你选他，最终他也选他，其实你们还是一块玩，一起。所以我们3个一起是吗？可以。加上包包，我们4个一起。带上你，结果还是一个剧组走了。那兰兰是兰兰，你只能选一个。快说，必须选一个，只选一个，只能选一个。我选弟弟吧，他挺会照顾人的，又会做饭。哎呦妈呀！哎呦我的天哪！现在呢，新系列已经开启了啊，就是伪装者系列。上一期我们赢了以后，导演组特别的不服。他们说这回是他们毕生的经历，如果他们猜出来，他们就集体剃秃子，对不对？我们要告诉大家啊，今天我们会上场一些有关列车的一些嘉宾，但是在嘉宾当中有一个，他跟火车没有任何关系。你们7个人要负责把那个人抓出来。同时，待会儿我们会有一个抽签的过程，在你们7个人当中有一个是卧底，你们要通过你们带节奏，影响场上的其他6个人猜不出来。现在准备来抽。看谁是卧底。兄弟嘛，就不要藏着掖着。我给你看我的，没。等于现在。你们7个人当中，已经有1个人知道谁是卧底。但是韩哥谁跟谁一伙儿呢？伪装者自己一伙儿。不是，伪装者是待会儿的人，卧底是卧底啊，卧底就是要搅乱我们所有人。啊，那就是更。啥玩意儿？牙都打豁了，你这玩意儿怎么的？卧底太紧张了，卧底太紧张了。哦，包包是卧底。你不要转移我们的视线啊！我不是。完了，结束了，游戏已经结束。各位，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推荐团和宝藏列车线路代表上场。大家好，我是罗春晓，我是一名铁路旅行家、科普作家。我行走过世界上50多个国家和地区，去探访不同的铁路与文化。在我看来，铁路不仅串联风景，它本身就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林心怡，开往春天的列车即将启程。我是陈鹏万里，铁路旅行带你看遍窗外无数风景。接下来就有请5组乘务人员带我们踏上最美列车，开往祖国春天。我们的列车有大床房、淋浴间、娱乐室、KTV、春赏花、夏避暑、秋观景、冬玩雪、熊猫专列。
巴适得很，巴适得很。这个你的感觉不是我。乘坐双层海景大床房列车，去往梦中向往的地方，苍山洱海，雪山，云南风情，一辆列车全体验。欢迎您乘坐风花雪月号，邂逅云南春天。青藏铁路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长的高原铁路。让我们坐着火车去拉萨，登上世界屋脊，一起去看布达拉。天让布拉北马嘎苏秀扎西累累。从冰雪世界出发，跨黄河，越长江，横渡琼州海峡，直抵浪漫椰城，天南海北第一车，等你来乘风破浪。他俩中的一个，我感觉。对对对，他们一出来有一种就是类似，他可能也是这个行业边上的一个。6天5夜3国，横跨亚欧大陆，驰骋蒙古草原，俯瞰贝加尔湖。欢迎您乘坐 K3次国际旅客列车 Priyanama Putешествие， 祝您旅途愉快。我们是中国铁路乘务组，欢迎您乘坐开往春天的列车。我在这要提醒大家一下啊，宝藏团当中存在一个伪装者，但是你们几个人当中已经有一个知道了伪装者是谁。根据他们第一轮出场的自我介绍，你们凭直觉或者是演员的素养来判断谁有可能是伪装者。我知道了，就是他。哪个？第2排第1个男士，李新德。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最后一句话的时候，我发现了所有人说的特别整齐，包括就是列车员该说的话，但只有这位男生他卡壳了，不停在卡壳。你没有记住你最后一句词。中国铁路乘务组，中国铁路乘务组。但是他卡壳有很多时候，我跟你说是故意练的卡壳，练了好几10年的卡壳，专门卡壳的艺人，哇，好厉害！李玉宁老师，这么具体吗？就感觉，因为他太像了，是不是？如果说列车员拍个证件照，他是标准的照片，对不对？对对对，对不对啊？推荐团来了一位和铁路非常有渊源的嘉宾春晓，他不仅是铁路旅行家，还是一位铁路摄影师。我们来看一下照片。我们先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一开始上来的这个小舞台剧的这个主题，那么就是北京的 S2线，也就是京张铁路。那么这里也是现在网红的北京的一个打卡地，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一个景观铁路。哇，这个好漂亮啊！哇，南昆线，好看，好看，好看。油菜花这种作物呢非常有意思，它本来是一种经济作物，但到了中国慢慢的这2年变成了一种景观作物。那么南昆线在2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欣赏到列车穿越在花海之中的美丽景色。当然，今天我推荐的是另外一条线路，是在3月底4月初，在西成高铁坐着高速列车，也同样可以欣赏到陕南的花海。哦呦，彩虹！我们青海在7月份，祁连山脚下兰新高铁穿行在这里，非常的美不胜收。那您今天给我们推荐的第1条火车线路是什么呢？那么我今天要推荐的第1条线路呢，就是在3月24日刚刚首发，在四川的熊猫专列，吃着美食，唱着歌，洗着淋浴，K 着歌。那么可以说，这样不敢让人想象的一种列车上的体验，我们在这个旅游专列上全都有。在火车上可以享受到星级酒店的待遇，这个就大家看看 VCR 吧。我是熊猫专列的列车管家，今天是我们列车的第2次旅程。房间准备完毕。熊猫乐园准备完毕。餐车里的美食也准备好了。
阴险的春天空气都准备好了。听说这次会来一位非常受欢迎的人气列车长，不知道他长什么样，会有我帅吗？虽然他长得比我可爱，但怎么看起来不太靠谱的样子？各个房间不是都整理好了吗？列车长怎么还在忙？哦，原来他在研发新饮品哦，还贡献自己的美貌给列车准备装饰画，还给新员工培训。哎呀，原来我真的是误会列车长了。哦，真的有陪玩啊！哇，这个太好了。我好想做这个。这个好爽啊！欢迎大家乘坐熊猫专列，我们真的很不错哦。好，接下来我们有请曹冰雪、李欣德来了，伪装者来了，来李卡壳，李卡壳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熊猫专列的第一任熊猫管家李欣德。大家好，我是熊猫专列的气氛担当曹冰雪。为什么你是气氛担当？因为我负责的是那种熊猫乐园那节车厢，多功能娱乐车厢嘛，然后就经常有叔叔阿姨这些过来唱歌嘛，唱完了以后拍拍手啊，这些搞氛围，营造出一种就是在我们这里可以开演唱会的感觉。哦，哎，怎么营销？你给我们演一下行吗？大老师在这唱歌嘛，然后我就，好棒啊，好棒啊，好棒啊！哇，这么血呀！平时工作忙吗？忙，我们只要列车一开的话就很忙，因为每次都有很多旅客过来嘛，人比较多。哎，那会扰别的车厢的人吗？不会，我们那儿还是隔音效果比较好的。隔音车厢，酷了。对。哇，那我们这趟列车总共耗时多久呢？每次开的地方的话都不一样的，我们可以定制路线啊这些，所以说每次时间都不一样。我想去哪儿都行啊。您想去哪儿的话可以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策划景点这些。你俩是一组的是吧？可以跨省吗？就我们管家来回答这个问题嘛。哎呦，你回答不上来了。没有，不是，给他点机会，给他点机会。可以跨省吗？可以跨省，团建也可以是吗？肯定。剧组在上面拍戏也可以吗？可以。总共车厢有多少节啊？现在？总共有12节。卧铺床位呢？总共有252订员。麻将室有几个？棋牌娱乐室有3间。对答如流。健身房什么有吗？影院什么的？健身房我们可以搬一些健身器材，私人有影院有，就在我们餐车，我们有投影设备。哦，那酷了哈！餐车里一块看啊，吃着火锅看着电影。哎，有没有保姆啊？就是可以帮忙带小孩的。有啊，我可以。他可以。对，我可以带小孩。哎，这趟列车为什么要设置管家呢？具体的工作是什么？主要是为了提升我们的旅游专列的服务品质。自从旅客上车以后，我们管家的服务就开始了。比如说像列车上的吃住，这个我们都可以全方位的帮他们安排，还有车下的景点预定，线路设计，这个都有管家帮他们完成。就突然间想起下一站想去哪玩，他都可以帮你定好。哦，这么随机啊！哇，酷！我们今天把熊猫专列上的特色车厢也搬到了舞台，一起来进行一下沉浸式的体验吧。各位游客，大家好，我是本次熊猫专列的熊猫管家阿德。桌上已经摆好了我们熊猫专列特有的下午茶，大家先品尝一下。来一个吧。是给我吗？下面有请我们袁毅毅老师给大家带来劲爆的特色饮品。第一款叫做尖叫黄瓜。尖叫黄瓜的由来不是因为它的口感喝了后会让你很想尖叫，而是因为它的实力和效果。我就是因为喝它，从去年的204斤到今天的140斤，绝不开玩笑。是你只喝那水肯定瘦啊。来尝一尝。你要喝吗？为什么就放在了我的面前？因为让你减100斤。
黄瓜汁儿。什么味道？漱口水是吧？对。有乘客说这个尖叫黄瓜他无法接受这个味道，我觉得还行。有吗？有喜欢的哈。第二款是我们的彩虹实验室，也叫熊猫实验室。有很多女孩啊，想喝这个又想喝那个，不知道怎么抉择。所以说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了。一款里面有多种口味。来，干了！哎，干了！哇，来2桌来联谊了啊！哇哦！同时呢，我们也准备了西瓜绿茶、草莓牛奶气泡，当然也有我个人最喜欢的，为这种相亲和这种求婚专列而准备的相亲酒，请大家试一下。这个列车长越来越有列车长的气质。哎，你很像列车长，我觉得。一开始真的不像。真蛮用。我感觉他应该是一个新型的职务，就是他不是那种列车长那种，他刚不是说吗管家那种。而且我觉得这个女孩挺像真的，她上之前她都是。来到我们四川熊猫专列，怎么能没有我们四川特色的美食呢？接下来到了我们餐车服务时间哦！哇，钵钵鸡 ！My God！ 这个是我们熊猫专列的特色熊猫饭团。熊猫饭团，担担面，哇，水果冰粉。好好吃！这个真是还不错啊，不用下车就几乎吃到美食了。这节目有点好啊。这一趴录多久啊？这一趴多录一会儿吧，好吧？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你们的职责是找出其中的伪装者。往往伪装者就是老喂我们吃的，让我们特别开心，就不头疼。吃人的嘴短。我们是不是吃太多都没有观察？你们已经被他们迷惑了是吧？怎么办？我们就是特别不想投，觉得他俩好重视。光从这个味道，我觉得挺正宗的，这假不了了。这弟弟只顾着吃。不错了。吃也吃了，然后喝也喝了，下面就到了活动的时间了。有没有人想要点一个歌？车上会有川剧变脸吗？这个可以有，马上安排，必须有。真是为了气氛，也真的是什么都不顾了啊！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吃也吃了，喝也喝了，玩也玩了。接下来我们有请2位回到自己座位上。接下来进入到质疑提问时间，有谁要提问？哎，你们倒班是怎么倒的呀？小李，你先说，你先别看冰雪。我们倒班是根据客户的玩。哎哦。好厉害哥！根据客户的玩什么？哎，但我觉得好像也对，因为他们这不是所谓的私人定制吗？我的帮人缘哇，一箭双雕。我的妈呀，我还是吃吧。冰雪，你们是怎么倒班的呀？
走车之前，车长都会安排好这趟车走的路线是多长时间嘛，然后安排多少乘务人员，然后我们上车之后会进行倒班制。自己就倒班了呀？我们这边工作人员去休班了，就会有另一波人员去补位。一般工作多长时间呢？8个小时。8个小时。嗯，对。真相团，你们觉得这2个人当中有没有伪装者？我觉得他们一定没有问题，因为东西很正宗。兄弟团，姑娘是对的，就是那个辛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的在这里打磕巴。我觉得是故意的，太明显了。一博，你觉得他是故意在露出破绽？对，演破绽。演破绽，所以你觉得他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是真的。不一定啊，一博也有可能右手气好抽到了。什么意思？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怀疑，对不对？那我也要怀疑我自己，我你是没看清楚那牌儿是吧？我不知道，我不认字儿。好吧，我们再看看接下来的。接下来是我想推荐给大家的，这趟列车是串联起了云南的各种热门旅游路线，让你坐着火车就能遇见云南，爱上风花雪月的旅程。从丽江我们可以躺着就去大理，漂亮，说完了可以躺啊。那我也是亲自去体验了这趟列车，所以请大家看一下 VCR。乘坐快9622次列车的旅客已经开始检票了。各位旅客，大家好，我是本次列车的列车长。来到云南，请你慢下来，欣赏风花雪月的美景，寻找浪漫之都的邂逅。您好，欢迎乘车。这是一辆可以躺着看海的大窗房火车，上了2层就可以进入 VIP 包厢，一家人或者一个人。旅途的故事就从这里开始吧。在包厢里，你可以享受私密的空间，看着苍山洱海，一路向西去大理。旅途不仅要有风景，也要有音乐和故事。一节绿皮火车改造的音乐酒吧，绝对是旅途中的气氛担当。这里虽然没有熊熊的篝火，但有美丽金花气氛组。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列车沿途经过白族、彝族、纳西族等地，金花气氛组将为大家带来云南的风情之旅。列车沿海而行，穿越山洞，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如果你是一个人，愿你也能在七彩云南邂逅一场浪漫的爱情。好，那我们有请姚炳阳。大家好，我是风花雪月号的列车长姚炳阳。您先介绍我更多一点吧，让我们听听，看有什么破绽，好不好？这辆列车开往哪儿？这辆列车白天是从丽江开往大理，往返2趟；晚上是从丽江开往昆明，然后全程会经过云南主要的一些景点。一趟多长时间？白天2个小时左右，晚上呢？晚上是6个小时。白天2个小时，晚上6个小时。司机看不清路，对不对？那昆明到大理呢？大理是丽江跟昆明的中间。那丽江到昆明呢？丽江到昆明呢？前面不是已经说了，晚上是从丽江到昆明。晚上是多少个小时？6个小时。刚刚不是说4个小时？刚刚不是说4个小时？刚刚说的是6个小时。哦，我把自己问进去了。不太挺这个，就没有那么的圆滑。对，是。这风花雪月这么浪漫，是因为车上经常能凑对儿吗？是这样子的，风花雪月其实是旅客赐名的，然后它其实是代表的上官风，下官花，下官花，苍山雪，洱海月，下官风，上官花，苍山雪，洱海月。哎，词儿背好。那个旅客情侣去的多还是单身去的多呀？
其实都很多，有很多单身的其实是想在列车上能够邂逅爱情。那在你们列车上的成功率就高吗？这个我怎么知道呢？你是哪里人？你猜啊，你猜啊。你猜，你猜，我猜不猜？云南人吗？啊，我不是云南人。广西也不是。福建人。答对了，是吧？哎，福建人哦，福建人。他是干嘛的？他列车长啊。啊，您是列车长是吧？对。哦，我对这个军衔啊比较了解，但是对列车员的这个衔级我不太了解。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列车长的这个衔级是怎么分级的？你只要看我，如果是一条杠，我就是列车长。然后呢？列车员是没有的。两杠是什么呢？两杠是我的领导。两杠是你的领导。哎呦，那边有4杠的。4杠的是领导的领导的领导。最大的领导是几杠啊？就是4杠。哦。比如说你是列车长，他应该叫什么了呢？太祖。那一位是叫船长。下海了。待会你可以问他。他埋了好多包袱。他不知道啊，对吧？刚才看的那个列车上有那个少数民族舞蹈，那都是云南的什么族呀？云南有25个少数民族，其中有包括说白族、彝族、拉祜族、傈僳族等等。其实不然，其实云南的少数民族远远不止26个，因为云南是中国目前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一个省份。我们刚才在那个 VCR 里面看到那个大床房里看到的洱海啊，全程都是沿着海在开嘛。因为丽江开到昆明开到大理的路程中，大概只有20分钟左右可以看到洱海，并且因为是穿山而过，所以其实只有5段可以看到洱海。然后其中第4段跟第5段的洱海是离我们最近的。那我们列车的哪一边可以看到洱海呢？这里我要辟个谣，网上其实很多人说上丽江只有一班列车可以看到海，其实您只要买了票，在车上都是可以看到洱海的。只不过因为列车调度的原因，有时候我们需要询问列车员，看他哪一面是可以看到海的。如果带孩子想住大床房，要加票吗？我推荐您可以购买 VIP 包厢的票，1张票可以供3位成人旅客。哦，1张票可以带1家3口。对。哦，你其他回答问题滴水不漏，多问一句他就不回答你，我觉得他是。然后我们这个他懂得保护客人的隐私。没错。我们刚才在 VCR 看到他们在这个车上是载歌载舞啊，是特别的活动呢，还是经常会有？这是我们列车的特色，我们每天晚上都会在我们的车厢里面载歌载舞。然后今天我们的金花气氛组也来到了现场，太好了，我们掌声有请金花气氛组。接下来是祝酒歌，我们以茶代酒，致上云南人最真诚的祝福，祝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天天向上。嘿嘿，多情的姑娘若若，动人的眼睛若若，香甜的美酒若若，迷人的夜晚若若，若吧若吧若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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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嘿。弱爆了，弱爆了。难道是说我们的导演组吗？弱爆了。我觉得这首歌可以作为咱们的这个标志曲目了。
对，咱们只要赢了就放这个歌，好不好？对，我们只要一赢了，我们就对导演组放这首歌。弱巴了，嘿嘿嘿。其实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好，我们特别想问一下那个秉阳，这都是列车员还是专门请来的舞蹈演员？这其实就是我们的金花列车员。冯俊跟郑源也都是金花啊。没有，金花列车员是我们的名称哦，名称有男士跟女士，就是他们出来的时候说了一段词儿，是在列车上也会说这段词儿的吗？对对对，是祝酒词儿。那就是真的，因为他说那段词儿的时候特别的自然，肯定是真的。刚才问那么多问题，接下来我们有请他们来介绍一下，来，小杨。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第一个是我们的娇姐。她是我们的舞蹈担当，刚才的舞蹈就是她编排的，然后她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纳西族的服饰，披星戴月。哎呀，好看呢！如果是乘客上去想穿这样的服装体验，也可以吗？也可以。第二位是殷梦琪，她是我们 party 的主持人。Party holder，Party people。她身上穿的就是女士的金花制服。哦，漂亮。下一位是我们的俊冯俊，因为我们列车时常要接待一些外国旅客，所以他也需要双语展示。哟，来双语展示。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您乘坐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直乘的列车旅行。我天，他的英语我听得懂哎。哎，自带了一个翻译器，是不是？好棒啊！没有，马上第二段才是。哦，第二段。金花乘务组全体工作人员竭诚为您服务。哎，你看第二段我也听得懂哎。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Aboard.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our train from of. 你这嘴里烫着了哈，这是来，嘴型注意嘴型。俊，不要被别人打扰，你把你这段下一段说好，不要怕我们。On behalf of the Golden Flower crew members. 来，接着来。Our attendants will be. 有机会向我们全场在线教育学习一下，在身上好吗？谢谢。伪装者。他身上穿的就是我们的彝族民族服饰，腿上是火的元素，代表着火把节。秉阳特别会救场，俊本来还准备再说的，是马上他身上穿的这个服装啊。算了，下一位，少数民族本身的，姓玉，他是我们当中年纪最小的。你看也是双语的，对不对？来，傣语说一下。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本次列车。然后用傣语讲的话是，伊朗当哪里？这个就是临时组成的一个班子，是不是？你们是来自横店吗？秉阳其实是个副导演，这是手底下的演员。没事，你说什么，待会儿冯俊都会翻译一遍的，好吗？来。伊朗当哪里？任在当来吗？能落他好呢？意思就是各位旅客大家好，很开心大家来乘坐我们的列车。好，谢谢你啊，谢谢你。下一位是郑源，他身着的是我们傈僳族的民族服饰，他是我们列车员当中跳街舞跳得最好的。哟，来了 ，music。可以啊，王导师，可以。来双语点评啊 ，so great 啊，来，good morning 啊，来。下一位是我们的建恒姐，她身上穿着的就是我们白族的服饰，上面有风花雪月的元素，大家可以猜一猜。那个衣服最下端是花嘛，对不对？雪肯定是头上的那个白绒嘛。这个帽子就是月亮。
风呢？穗子啊，对对对，风花雪月啊，太棒了，很好。最后一位是我们的丽姐，她身上穿着的就是我们拉祜族的民族服饰，头上有他们民族的吉祥元素葫芦。谢谢啊，他们的 party 呢就是载歌载舞啊。明天飞横店吗？好，谢谢我们的气氛组，请台下休息啊。接下来进入到质疑提问时间，大家来对他有没有质疑的？我没有质疑，我觉得他是真的，但是对他底下的就是这些舞蹈演员，我有一点质疑，因为他们跳得太好了。哎，他们有可能也是我们这个伪装者系列的海选，这一期没有选上的。然后呢，让他们现在回去呢，有点无情，组个团，让他们来上一下节目。宝宝质疑吗？不质疑。你刚才都乐成这样了，都不质疑啊？宝宝笑起来都是啊！好，大篮子，你有质疑的吗？他们？我没有什么质疑的。我觉得他还挺专业的，因为他自己特别有节奏。就是刚才韩哥他提出一个点的时候，他适时的直接搬回来。嗯，我也觉得没什么问题。兄弟们，过不过？过了，没问题。好，接下来我们的推荐台来推荐的下一条火车线路是哪一条？有很多人都说这一辈子一定要去一趟拉萨，而去拉萨就一定要坐火车，这一定会是一趟有趣的灵魂之旅，一定会让你终身难忘。好，我们有请我们的列车长刘爽上台。来了，你看看，来无影去无踪，来无影去无踪的刘爽。大家好，我是来自青藏线上的列车长，我叫刘爽，我已经在青藏线工作9年了。那你为什么没有那个肩膀上的那一条杠呢？因为我们这个是特色的制服，像我们这种制服上面就没有肩章。1条杠是列车长，对。3条杠呢？3条杠是段长。段长的人是打人疼啊。有个美国的现代火车旅行家呀，叫做保罗·梭鲁，在这个游历中国当中，就只要有昆仑山脉在，铁路就永远到不了拉萨。青藏铁路一建成啊，真的是打破了这个预言人类的奇迹呀。我们当时知道这个青藏铁路在修建的时候，攻克了很多世界性的难题啊。当时有哪些难题？有高原冻土、高寒缺氧，还有一个生态脆弱。最直观的就是高原冻土。青藏线两边呢都会有这样黑色的管状物，里面装的是液态的氨。然后我们火车在铁轨上跑的时候就会产生热量，底下的冻土受热可能就会融化，这个地基就会塌陷。那液态的氨受了地上热量的影响之后呢，它会变成气体挥发出来，这样就可以保证我们的冻土是不会受影响的，保证了整个列车的一个安全。还有一个就是生态的脆弱。青藏铁路沿线呢，为了保护生态环境，所以大多数是以条带路的形式，底下呢就变成了野生动物迁徙的通道，也是一条条生命之路。就是不影响野生动物的迁徙，对，真的不会影响，对。因为好多时候有时候人类越方便，其实对于别的种来说越不方便，对，所以要给他们过一下啊。拉萨一直是那个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许多歌都唱过。你们的车上都会放有关拉萨的歌吗？对，基本上都会。一路上放这些歌曲的时候，旅客就感觉离拉萨越来越近。对，听着这个歌本身就给人感觉像心旷神怡，更向往那种雪域高原的一个状态。我们现场的朋友去过拉萨的请举手。哎，你看4位，没有去过的大家想不想去？想去。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在云南。对 ，sorry 啊，伪装者。一博想去拉萨，想就很美，应该就纯生态、很自然那种感觉。蓝天白云，高山流水，草地牛羊，就是风吹草地见牛羊。我如果推荐大家去拉萨的路线，我更推荐
坐铁路、坐火车去。对，因为它慢慢的进入到高原，而且缺氧的情况下，它有供氧，不像飞机一落下来马上就是高原。因为峰哥之前还爬了一个高山哈，是他还哭了。大篮子，你是什么时候去的？我是去过2次，都是好多年以前。我觉得我们中国的景色太美了，只是有很多人不知道。真的，你到了那个高原上面，你就觉得那个天好蓝，而且最让我震惊的是晚上看星星。然后我当时特别想躺在路上，就一直看，就整个的天上都是星星，太美了。就不单是你看星星，你也想让星星看最美的你，看最美的你。Oh my god！ 我的天哪，韩哥有点东西，有点东西。其实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啊。今天我们的列车长给大家带来了保姆式的青藏铁路游玩指南，我们跟着列车长一起出发吧。各位旅客，大家好，欢迎乘坐本次列车。跟准南巴拉宫看上，前南美考了唐人的了带巴拉嘎。你看这双语，哇，你看这双语，嘴巴一点都不撅，扎起的嘞。真的，绝对真的。我们从西宁出发1个小时呢，我们就会看到一片烟波浩渺的湖泊，这个就是青海湖。好漂亮，就天特别蓝。你们知道这个蓝叫什么蓝吗？什么蓝？叫晴蓝。哎呦喂，叫晴蓝。天哪！有点东西。韩哥真的应该让你来演我们的戏。哎呦妈呀！哎呀吧，学着点。对，青海湖还有个特点就是特别的清，它的能见度有8、9米，所以我站在湖边是可以看到湖底的。那最美的季节呢，就是在7、8月份的时候，这会儿呢会有很多的候鸟，飞来此地产卵栖息，然后就形成了一个鸟岛，然后其实也叫蛋岛，到时候满地的都是蛋。蛋岛啊？导弹。过了青海湖，继续往西走呢，就会到达格尔木站了。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站。这个站主要是一个功能站。格尔木开车之后呢，我们车厢里就开始供氧了。一种就是弥散式供氧，还有一种就是紧急供氧。弥散式供氧就是通过空调把氧气输送到车厢里。还有一种紧急供氧，就是每一个座位它都会有一个紧急供氧口。那如果到了格尔木之后，你出现了高原反应，就可以去直接插到紧急供氧口吸氧了。就是我要提醒电视前愿意到西藏去的朋友，就千万到了西藏，你不要去硬撑。我们可以做一些前期的工作，比如说先吃一段时间的红景天。红景天。跨过了昆仑山，我们就将进入可可西里。可可西里呢是世界上3大无人区之一。我们可能2、3个小时在火车上看到的都是戈壁、荒滩都非常的荒凉。但是这也是一个野生动物的王国沱沱河呢，它就是在可可西里的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过了沱沱河，我们就要翻越最高的点了这也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时刻，因为到了唐古拉就意味着我们站到了青藏铁路之巅，也是真正的世界铁路之巅。对，这里的海拔是5072米，这就是唐古拉站。刘爽，你确定这个地方是海拔是多少？5072是这样的，它这个站房的面积呢是有7.7万平方米，这个站房内最高点是5072米。因为我看见上面是5067哎呦，所以站房最高的点是5072，我们也是要经过的。对，好。翻过了唐古拉山，我们看到的景色就又不一样了，从雪山慢慢就过渡到了草地，这个就是羌塘大草原上的明珠错那湖。那最近的距离呢，离我们的火车只有20米的距离，等于视觉上是在湖上开的感觉。对，是这种感觉。所以如果火车这时候能开天窗就好了，因为车上有弥漫式的供氧，所以一旦要是开了窗户，氧气就出去了。对，错那湖过去了之后，到当雄站。其实当雄这附近呢，是我们最好去拍摄雪山的地方。我们要翻越的这个是念青唐古拉山，也叫小唐古拉山。所以这会儿，如果我们把车窗比作一个画框，那看到的景色就是蓝天白云、皑皑的雪山底下就会变成了绿绿的草滩。下面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圣城拉萨站。进入拉萨之前，我们还跨过一条拉萨河特大桥。哇，这好美啊！这是真的吗？当然了，
那最主要的一点是，我们在拉萨特大桥上可以拍到拉萨市和布达拉宫。您看图片右上角红色的房顶，就是布达拉宫了。也就是说，我们来到西藏的旅客第一眼看到的布达拉宫和西藏，其实是在这座桥上。这趟列车每一帧都是一幅画，这就是为什么要去的原因哈。哇，还真是啊，太漂亮了。过了这个桥，然后穿过隧道，我们就进入到了拉萨站。哎呀，你看这一路上的介绍啊，真的是特别的棒。你好棒。好，那您推荐哪个时段坐这个车会比较好一点？那如果你想看从西宁到格尔木，比如说青海湖或者是万丈岩桥、盐湖的景色，您就选择下午出发的就可以了。对，如果你选择看后面我刚才说的一些更好看的景色，可以推荐晚上出发的列车。但是我们都知道，在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工作还挺辛苦的。作为一个女孩子，怎么就选择了这个职业呢？我从小对铁路有一种特殊的情怀，那后面来到铁路工作了之后，其实车上发生了很多特别感人的事情。就之前我碰到过救助藏区那边平民的一些肝毛虫病的患者，那些很多儿童是从草原上第一次走出来，第一次坐上火车，他们就会扒在窗边看窗外的风景。那我从他们的眼中是真实的看到了那种希望和憧憬。所以我觉得青藏线更是真正的一条生命线，所以也对我自身的工作有了更肯定的一个认可。我觉得这些都是值得的，所以我愿意去坚持。太棒了，我们谢谢刘爽啊！正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全心全意在铁路上甘于奉献的这些铁路工人，还有车乘人员啊，我们今天才有如此四通八达的铁路和列车。是的。好的，接下来有人提出质疑吗？来。我觉得他绝对是真的。我觉得我之前选他，我肤浅，肯定不是背的，因为背的会响。有人带节奏，带节奏吗？他们两个已经结合了。没有，刚刚我们4个人讨论了一下，因为我第1轮的时候有选他，好像第1轮还怀疑他呢。我肤浅了，我肤浅，我收回我的话。好，留着啊，留着。那接下来呢？这趟列车是被称为天南海北第一车，它是经历了46个小时，从中国的最北坐到最南。其实最有意思的，它是从冬天一路走到夏天，成为了一道贯穿中国的风景线。请看 VCR。各位老铁，欢迎来到咱哈尔滨开往海口的 Z114次列车。途经11个省份，1个直辖市，运营里程4283千米，历时48小时，由北头到南头，纵贯中国，沿途的风景，哎呀妈呀，那可谓是风光无限呐！这趟列车最大的特点就是火车过海，而众所周知呢，海南岛4面环海，与大陆并不相连，目前还没有桥梁或隧道与大陆连接。渡轮是唯一的海上交通方式，所以在琼州海峡上有一条隐形铁路，也就是我国第1条跨海铁路——粤海铁路。简单的来说吧，就是把火车拆分成4部分，分别开到渡轮上，到了对岸后再开出来拼接回一列火车。你在这个地方就可以看见，下层甲板载运火车，中层甲板载运汽车，上层舱室是载运旅客的奇观。等所有的工作准备就绪后，栈桥解脱，装载着列车的巨大轮渡驶离港口，向海南岛进发。迎面而来的是蓝天白云和一望无际的大海呀！从南到北，一车过4季，纵览俺们祖国的宝地。赶紧坐咱列车去旅行吧，是真的没毛病啊！这谁配的音啊？一听就不是东北人啊！东北。我叫李星宇，是1014次列车一名列车值班员。大家好，我叫李玉林，我是粤海铁路轮渡的船长。刚刚一博有个问题，一博的问题很高深。哇，这大家听一听啊！但是后来又觉得有点傻啊，但是可以问，就是为什么2位的肤色差那么多？哎，让他们解释一下。我反正跟一博解释过了啊。这个问题我可以解释，因为他是东北的，然后肤色比较白，我是正宗的海南的，所以晒太阳比较多。这样就显得我的回答有点傻。你的回答是？我的回答是船长在上面开船晒太阳。
那列车长是在列车的在下面呢，晒不着太阳。也难怪你长在了一博的笑点上。我们刚才听到的时候，我们都觉得特别的奇迹啊，就是怎么开上去的呢？这个火车，因为我们船上有4道铁轨，首先1列分成2列，推上船舱，这2列呢分解出来，再推上船舱的另外2道铁轨。我有一个问题，说，就是火车头带动火车到船体，对不对？对。那它后面截断的后面那一列是靠什么推上船体的呢？全体乘客。1、2、1、1、2、1、1、2、1。火车进船舱靠装吊机车，而不是自身的动力。由2个装吊机车将这2列火车推进船舱，再将这2列火车从中间截编成4列，后面这2列再由这2个装吊机车拉出来，变轨后推进船舱的剩余2道铁轨上。这样1列火车被解编成4列，装在渡轮火车舱的4道铁轨上。哎呦，这是厉害了！对，真的，船长是真的。这个粤海铁路一共有4艘轮渡啊，均为10000吨巨轮，下层是火车，中间甲板是汽车，上面是乘客。那您觉得驾驶这个船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是进港靠泊，它这个铁轨跟船的铁轨对接，它是那个缝隙是非常的小的，所以这个靠泊难度就在这里。一艘10000吨巨轮，你怎么能做到靠泊一点都不偏差，然后靠进去把铁轨对上来？怎么做到的？这个就要靠平时我们船长他的经验。凡尔赛了嘿。跟风力啊、船舶的装载啊、海况啊，哎呦，专业了。很多船舶的操纵性能啊，船长心里一定要了解，做出精准的判断。很厉害啊！这个因为它的这个存在，我们才实现了中国最北的省会城市和最南的省会城市这样的一个互通，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而且，那坐这辆火车的人大量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坐这辆车的都是一些老人。东北的。东北哪儿啊？东北哈尔滨。哈尔滨的。哈尔滨的。因为东北的冬天特别冷，必须的。在我们东北有这样一句老话：1929不出手，3949冰上走，5969坐着炕头打骂不走。所以每到冬天，老人和小孩都会到海南，去过冬。等到春暖花开，再回到东北，就好似候鸟一样。所以被我们称为候鸟列车。哎呀妈呀，这家伙常常被人称为黑龙江省三亚市。三亚市省哈尔滨市。对。哈尔滨呢？我们针对老年旅客制定了这个服务登记，就是在车门口的时候，对这个有需要轮椅的提供轮椅，然后需要这个送包服务的，把行李给他送到部位。你瞧瞧，然后还上车以后为旅客提供热水，给他送到座位。在途中我们还会播放新闻联播，对，播放音乐，让大爷大妈们在车上就可以跳到广场舞。还会为大爷们提供这个军旗和象旗，让他们在车上有这个娱乐活动。能让刻毛克吗？毛克可以为你提供，可以有。所以常年坐我们车来回的旅客对我说：“小伙子，你们的服务太好了，看见你就像看亲孙子一样亲切。”这便宜占呢。这趟列车啊，这个南北跨11个省啊，还包括直辖市，全程40多个小时，很适合老年人朋友。那在路上有什么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吗？我觉得路上最有意思的就是有一些说方言的旅客。我记得有一次在我验票的时候，旅客对我说：“你踩我的号了。”然后我瞅了瞅边上也没有小孩啊。后来才知道是我碰到旅客的鞋了。南方人说鞋子一般都说你踩到我的孩子啊，还是我孩子吧。东北人叫鞋叫啥呢？东北人就叫鞋。树。但常年坐我们车的旅客也会经常询问我说零下30度的天是什么样啊？我便给他们解答：零下30度的天，泼水成冰，都能给铁冻折喽。喝水成冰，喝水成冰。我们东北最标准。我跟你说，很多东北人都认为自己说的是普通话，这家最接近普通话。这东北碴子。
因为这个车的时间开得很久，在一个密闭的空间会有一些情绪。因为我们途中会遇到很多情况，比如这个情侣吵架，哎呀妈呀，还有这个醉酒闹事儿，还有因为这个途中停车不理解的旅客，我们可以演示一下。来呀，演示一下。哦，那就大篮子和那个小弟俩扮演吵架的情侣，然后列车长去劝阻。你瞅啥呢？你瞅什么？你在因为什么？瞅你咋地？怎么回事？二位不要吵了啊！这就两个人还没吵呢，还没吵呢，着啥急呀？这孩子。互动表演开始了。选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犹豫了。对你是不是想选汉哥？你都没选我，你还好意思说我犹豫？你选我了吗？你选的谁？我选。你为什么选汉哥？你好抠啊！都在选你啊！为什么叫王可抠？你叫王可就是。不要吵了，二位。你等会儿，你谁呀？不要吵了。你谁呀？我是列车值班员。啊，你靠边。我是列车员。我不认识你。不是你干啥呀？我们两个男女朋友吵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这列车的，你影响其他旅客休息了。我跟这位男士上边上谈一下。先生，我们男士就应该谦让女士。过来，好，不让他听见啊！哎，好，因为男士不要跟女士讲道理，跟女士根本不讲道理的。诗讲有酒书，那次赢了是他睡着了。你说谁不讲道理呢？谁不讲道理呢？你这是劝分还劝和呢？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我是国际联运北京到莫斯科 K3次的列车长兼翻译。您这2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2个星是为了照亮最美的你们。非常有历史感的物件，这个是车厢用的电风扇。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他给你个答案，你能知道吗？来，拿点纸巾擦擦汗，来。应该就是他。有点刚刚那个。你就是个伪装者。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互动表演开始了。选谁出去旅游的时候，你犹豫了。对你是不是想选汉哥？你都没选我，你还好意思说我犹豫？你选我了吗？你选的谁？我选。你为什么选汉哥？你好抠啊！都在选你啊！为什么叫王可抠？你叫王可，你就是。不要吵了，二位。你等会儿，你谁呀？不要吵了。你谁呀？我是列车值班员。啊，你靠边。我是列车员。我不认识你。不是你干啥呀？我们两个男女朋友吵架，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是这列车的，你影响其他旅客休息了。我跟这位男士上边上谈一下。先生，我们男士就应该谦让女士。过来，好，不让他听见啊！好。因为男士不要跟女士讲道理，跟女士根本不讲道理的。诗讲有酒书，那次赢了是他睡着了。你说谁不讲道理呢？你这是劝分还劝和呢？你说谁不讲道理呢？这批旅客太难带了，都给我干冒汗了。给我干冒汗了，这玩意儿整的。你就是个伪装者。在快节奏的时代，很多人都会特意选择去坐很慢的火车去旅行。火车上你们吃到的这个美食有哪一些？沟帮子烧鸡，德州扒鸡，哎呦！啤酒、饮料、矿泉水了，花生、瓜子、烤鱼片了，随便挑随便选，咱们哪咋挑咋选，不急眼了。来，啤酒、饮料、矿泉水、花生、瓜子、烤鱼片了。哎呀妈呀！咋选不急眼？我听没？对，咋整咋选，肚脐眼了。哦，肚脐眼还行，来肚脐眼。沿途有哪些美食？你给我们介绍一下。沿途呢，就是最出名的呢有2个美食，一个是咱们辽宁的沟帮子烧鸡，还有一个阜阳的枕头馍。这是啥？枕头馍。枕头馍为啥叫枕头馍？因为它像枕头一样，比较大。这打开就能吃吗？这是不是就是吃饭的时候就掰一个来吃，然后就晚上睡觉没地儿的时候也可以当枕头用。这个烧鸡啊，都是旅客下车上车之后都乐意带啊。沟帮的，对，传统熏鸡。这是锦州的牛的，锦州的。哎呀，锦州人养的猫都是这么叫的，喵啊喵啊！我是锦州的。
好吃呗，必须的。上你的集团嘞，有那个中华老茶嘞，这样的东西。火车上有4个鸡，特别好吃，4大名鸡，还有河南道口烧鸡、安徽的府邸鸡烧鸡和山东的德州扒鸡。这些其实当时都是通过铁路，这个名扬四海。关键当时那吆喝声是特别。再来2嗓子吧。对。来，各位旅客，大家好，早餐开始了。咱们今天早餐呢有1个鸡蛋，2个小咸菜，1个馒头，1碗粥。咱们今天呢只要15元1份啊！我不能陪大家呢喝深夜的酒，但是我能给你送来清晨的粥。咱们呢坐着火车走四方啊！我的盒饭贼健康。午餐开始了，咱们今天午餐呢3个菜，3个菜呢1个饭呢，咱们只要25元1份。东北大米呀，东北菜，东北特色菜。咱们都知道东北特色呀，咱们横扫饥饿，吃完以后啊，绝对让你魅力四射呀！哎呀妈呀！我们送您一只锦州的喵叫吧，预备起，喵啊！哎，真特别的妙啊！谢谢这位大哥，我们先去下节车厢卖货。好，谢谢您，好，谢谢。来，啤酒、饮料、矿泉水了，花生、瓜子、烤鸭了。前面大姐把腿收一收。前面大姐把腿收一收。前面大姐把腿收收。哎，好久没听到这样的吆喝了。好，接下来进入到质疑提问时间。对我们刚才的2位李玉宁和我们的李星宇，有没有质疑的？我老觉得哪儿怪怪的，但是我又说不上来。我其实对那个又是小李啊，李星宇有一点质疑，就反正就有点不对的感觉。对，劝架劝的不好。对，他刚才说我不讲道理。我不相信一个常年调解这种吵架的人会说女人不讲理这句话，因为这个时候如果再这么调解的话，会越打越凶。我就说你是劝和还是劝分，对不对？对，以他的这个职业素养，不可能说出这句话的就。好了，接下来啊，大家就把自己的怀疑放在心里。接下来推荐来推荐的下一条火车线路是哪一条？我们下面要推荐的这条线路是一趟国际线路，这条有着60年历史，横跨欧亚大陆，那么是中国铁路执行距离最长的一条线路。那么可以说风景优异。更有意思的是，这是一趟真正的真绿皮火车。除了可以欣赏美景，这趟可以打开窗户的真绿皮火车上还有很多老物件，一定能勾起我们的回忆杀。有请列车长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叫周香峰，是国际联运北京到莫斯科 K3次的列车长兼翻译。That's Vidalia。但是大家发现没有？他拿话筒的感觉，一个小指在下面。第一次上节目，你看人家，好像是在外面跑过场子的感觉。音乐一起就开始唱了。一心之往前走。请问一下，您这2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两个星是为了照亮最美的你们，照亮最美的你们。越这样越假。导演组鼓掌了，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刚刚好像都没有鼓掌。正解一下吧，这个2杠2星代表的是列车长，我们还有2杠1星，2杠1星呢代表的是翻译。这个 K3呢为什么会被称为中华第一列车？K3次啊是中国现有列车运行时间最长，也是历史呢最为悠久的一趟国际旅客列车。从1960年呢至今运行了61年，它运行的总里程呢加起来相当于环绕地球1300多圈。在期间呢，它运送了100多个国家200多万名旅客，也记载了中蒙俄3国的友好往来，所以它被誉为中华第一列车。60年代最开始，他们就是经常坐这辆车的，大概是些什么样的人群？60年代坐这辆车的主要是外交官员，还有访问学者啊，
因为最初这个车是一个中苏友好列车，到90年代的时候呢，这个车上主要活跃的就是商人。现在呢，这个车已经演变成一个旅游列车了，主要就是背包客和旅游团。他一直在看梯子，他不像主要是外交官员还有访问学者啊，因为最初这个车是一个，而且好像就他的词儿最全哈，前面的人没那么多词儿，提词器里面。对。 90年代的我也坐过这个车，坐了好像将近1个星期，是不是？对，6天。哎呦，我小时候坐过这个车去俄罗斯比过赛。哇，哎呀，什么比赛？就是唱这个世界儿童歌曲大赛。优秀啊！优秀青少年啊。6天的时间，那工作还是非常繁忙的，在车上。对，我们在车上要打扫卫生，然后要做饭。做饭？对。 我们的车是与众不同的，我们是列车员自己给自己做饭。中国的餐车是不出境的，不出境。哦，对。然后他们国家的餐车也是不出境的。对。哦。在蒙古境内有蒙古餐车，在俄罗斯境内有俄罗斯餐车。换餐车。对，换餐车。哇，这个很有意思哎。说到这个，我就很想去体验一下，因为它每一段旅程它都会有当地的美食。对。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要烧锅炉轮着。对对对，因为我们的车冬天的时候是用燃煤锅炉取暖的，所以我们的列车员呢一定要掌握这个烧锅炉的技能。我们的列车上的工作呢非常的繁重和辛苦，所以我们的乘务员呢全都是男乘务员。你看，真是不容易。K34列车呢，车体是1995年从德国进口的，然后是非常豪华的。到现在呢，就是26年，相比现在的火车来说，非常有历史感的物件。来，我们来看一看。 哦，这个电风扇特别古老了。对，这个是夏天的时候我们车厢用的电风扇。我们车没有空调，现在也没有空调吧？只有高包有。高包，这么多年过去了，他就不改那个范儿，就要这劲儿，是不是？这是票。对，这个是我们国际联运的票，它和国内的卡片票不同。本儿，对，它是一个小册子，它有票皮儿，有客票。 还有一个卧铺票，这个客票是给旅客的，卧铺票我们要收回的。这个也是票吗？这个是蒙古发售的联运票，它的内容和中国的票是一样的，只不过文字不同。您在车上负责检票吗？列车员负责检票，但是我要复验。那这句话说的是什么内容呢？这个是指它的发行国。 哦，发行国，他给你个答案，你能知道吗？这应该是票务代理吧？他代理从中国到哪里的这个票吧？哎，忘记我是个翻译。来，拿点纸巾擦擦汗，来，出汗了。这个应该怎么读啊？读我会读。 Общая стоимость валют страны выдачи。他会找一个会俄语的人。啊，我也会读这一行。No trash 是不是 trash？ 这个就是播词的。你吃瓜子儿的吃的还真是，有点刚刚那个双语翻译的味道。No trash 是不是 trash？ 这个就是播词的。 好，江东，这个票要多少钱？最贵的票呢，我们是6228元，从北京到莫斯科的高包票价。这个票价这么贵呀？对，几乎是飞机票的3倍，但是旺季的时候还是一票难求。如果大家乘坐这辆列车的话，有什么攻略要推荐给大家？攻略的话呢，在中国境内，我推荐大家在2连浩特一定要看换轮。换轮，因为中国的这个轨距是1435毫米，俄罗斯和蒙古呢是1520毫米，所以我们在2连站呢要进行一个换轮作业。旅客呢可以在车上看到整个过程，它是从车上被抬起来的。就这会儿拎着的时候，乘客都在车上的呀？对，乘客在车上，都在车上，但是你也可以选择出去。最后呢，还有一定不要错过的就是欧亚界杯，因为我们这趟车呢是开往欧洲的第1趟旅客列车。界杯呢也是代表着欧亚的分界线，跨过这道界杯呢，代表着它从亚洲跨到了欧洲，所以千万一定不要错过。那咱们这个车是经过乌兰巴托，我们有没有乌兰巴托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
这就是蒙古境内一望无际的草原。我们沿途进入俄罗斯呢，最美的风景就是贝加尔湖，会沿着贝加尔湖走半天左右的时间。另一侧呢是满山的白桦林。那现在还运行吗？因为疫情原因，已经暂时停了1年了。如果我们这个重新开通了的话，就希望大家都去玩啊！来，大家来，对它有没有质疑的？虽然有破绽，但攻略的话呢，在中国应该就是他，因为之前的你看都没有什么才艺，对吧？因为他很多的话术根本不像一个列车员的话术，你跟之前的对比就不像，对对。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接下来大家都已经见识完了，5分钟的时间给你们最后到真相室看他们的标准照，然后给出伪装者是谁。开会，有请。我们最开始会认为他，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可能了，对不对？这2个肯定不是，首先排除嘛，这个肯定不是嘛，这个是对的，这个也是对的。刘爽我觉得是真的。如果他是真的就太厉害了，他是伪装者的就太厉害了。不知道这个细节对不对啊？你看一般都是并收的嘛。对，那他两个。对，他比较松。反正目前聊天来说啊，这个人跟这个人最不会聊天。是的，刚刚我就说他的语速对不像是列车上的服务人员。对，因为服务业的人多少都会婉转一点，而且他有时候还俏皮。你这是劝分还劝和呢？这批旅客太难带了，都给我干冒汗了。您这个2个杠还有2个星星是什么意思啊2星是为了照亮最美的你们。我觉得不像是这种。我觉得他还挺像的哈，挺像的。他刚才是因为有一个细节说了一个谢谢，他说不会，就特别自然啊不会，就是很像是现在的这种服务人员新的那种培训方式。一个人啊，那就是他。我要提醒2队，你们2队当中是有人是卧底的哟。弟弟肯定是，哎呀，我也觉得弟弟是，我也觉得有点像。哎，我们自己人能不能先？哎呀，1分钟时间。哦，你不要笑，我不是，我等一下。我先把信儿写了，我先把信儿啥信儿啥呀？这个我觉得没问题。 3、2、1。天天向上提醒您稍后看点。兄弟团真相团认为的伪装者是。接下来我们要抓出那个卧底。来，我反正不是。你是卧底吧？不是。 肯定就是你们组的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你们组的。那我觉得是王鹤棣了。想不到啊，想不到！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好，请交到我的手上，我来看一下。 真相团，他们认为在这几位当中的伪装者是李星宇。好，我们的兄弟团认为的伪装者是。 周香凤，来有请2位。好，真相团认为的伪装者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伪装者？各位，3，他肯定不是了。2，你让我笑啥？你们被卧底。 1，弱爆了！你们被卧底，
陷害了。我就说的不是的。你看卧底下是在演戏，还装这个卧底演戏，这个卧底还装，不是，就是你带的节奏。各位，接下来就看我们的兄弟团了，把弱爆的这首歌准备好，是送给我们还是送给你们？看看啊，是不是两队全军覆没？肯定覆没了。你们认为他绝对是真的？真的。完了，是覆没了。他也说肯定覆没了，因为他知道答案。你们猜错了，你是卧底吧？因为他知道答案。不是。各位，他到底是不是伪装者呢？3、2、1，两组全部猜错。我就说错了吧，没有人说我的。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嘿，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嘿，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嘿，弱爆了，弱爆了，弱，嘿。各位，安静。接下来我们有请本场最厉害的伪装者。导演组安排的那一个假的不能再假的人，你们居然没有发现。3、2，不爽。1，请起立。假吗？不假呀！说了都是一个副导演啦。哎，好，各位，我们来猜猜看，这位伪装者的身份到底是什么？他绝对是一名军人，或者是一个老师。是一个老师。来，兄弟们，弱爆，弱爆！来，峰哥，猜猜看。不想猜。好，我们接下来有请伪装者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螺霸王螺蛳粉的 CEO 姚炳阳。他是做螺蛳粉的，想不到啊，想不到！刚才我们真的闻到螺蛳粉的味儿，你看我说你们谁都不信，我也闻到了。我说这期节目我看了台本，没有螺蛳粉呢，谁在外面吃螺蛳粉那么大味道？那为什么知道这么多知识啊？对啊，你为什么就演得很像啊？其实我从小就挺喜欢火车的，我喜欢坐火车去了解风土人情，然后特地去到丽江学习。现在我们到达了列车的上层，它总共有7间独立包房。1、2、3，走，咚大，咚大。那除了手鼓这项技能呢，我们还要有其他的技能。好。我太难。而且你发现没有，他带上来的辅助嘉宾是最多的。对对，因为他带上来的那些嘉宾太不专业了，就显得他很专业，你知道吧？有一个对比。接下来我们要抓出那个卧底，来，我反正不，我崩溃了，前锋。肯定就是你们组的其中一个，我觉得是你们组的。那我觉得是王鹤棣了。哦，就你，真不是，别装了，哎。你们冤枉我！好，同意是王鹤棣的请举手。哎，等一下，我不是卧底，我真不是，我真的不是，我到底做错了什么？7个人当中的卧底，兰，骗过了队友，骗过了观众，骗过了所有人的
第一个人当中的卧底，3、2、1，向前一步。弱罢了，弱罢了，弱弱弱。弱罢了，弱罢了，弱弱弱。好，我现在问一下，有没有感觉到他在带节奏？从未有过，完全没有。不愧是演过《延禧攻略》的人。我演的最纯良，好吗？大篮子，你在哪个方面带了一下节奏？因为你一开始就知道他是假的。当然，我看到我是卧底，我特别紧张，但是就有点像狼人杀一样，我不能一直看，一直看就觉得我有身份。对。然后我放上去，我就有点忘了。中间休息的时候，后来他们告诉我，我就知道是他了。然后好在当时大家的方向都没有说是他，所以你就根本没有刻意的，我就跟风就好了。然后我还不要站边。我不相信一个常年调解这种吵架的人会说女人不讲理这句话。我也觉得。如果某一部分是真的，比如说他的铁路世家，好像也有这个可能。排除法，他肯定排除掉，他肯定是真的。对对对，弟弟肯定是。哎呀，我也觉得弟弟是。我没有什么质疑的，我觉得他还挺专业的，因为他自己特别有节奏。是。大篮子，你太厉害了，妈呀！哎呀，峰哥呀，今天吹牛吹得乌嚷乌嚷的，还让大家准备好。都说他是副导演了，所以我们要恭喜我们这一场的获胜方是我们的导演组。可以，这个是厉害的，这个算真不错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秉阳的产品，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吧。这一次其实我们带来了跟向往的生活共同推出的一款新的螺蛳粉。比较满足我们当下的年轻人的口味。我们用的食材都很新鲜，因为我们螺霸王是拥有自己的种植基地的，包括酸笋种植基地都是标准化、规范化的生产。我们主打的菌菇螺蛳粉就非常有营养，脆爽的杏鲍菇不仅可以让螺蛳粉的口感变得丰富，还提高了螺蛳粉的营养价值。这个也是特别棒，拿碗自己吃啊。怎么样，峰哥？味道怎么样？弥补了我失败的创伤。其实这还准备了礼包啊，这都是可以给大家带回去的。对，火车旅行都可以用上哈。对，太好了。这个呢是向往的生活共同推出的礼包，也是借我们天天向上的舞台呢首次跟大家见面。向往的生活呢是一个家喻户晓的我们台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综艺，用慢下来的方式带大家去感受生活。然后呢，这个螺霸王呢也希望人们在说粉的过程当中呢能够有一种减压，因为在美食当中人可以有这种状态嘛。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春天已经到了，万物复苏啊，一切都非常的清新美好。大家呢可以多和自己的家人去踏青、去赏花、去拥抱大自然，感受大自然的美，也感受我们今天这个螺蛳粉的美味。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待会儿见。猿辅导在线教育，天天向上，现在继续。本节目由猿辅导在线教育冠名播出。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感谢螺霸王对本节目的特别支持。可以喝汤的螺蛳粉，嗦粉喝汤就是爽。天天向上提醒您下期看点。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带你领略多彩中国啦！多彩中国，炫彩甘孜。田野男孩丁真综艺首秀。多彩中国，名彩新疆。马背上的女县长带来花海一犁新玩法。多彩中国，华彩浮梁，千年窑都谱写瓷器文明。多彩中国，七彩霞谱。摄影达人用镜头带你捕捉最美中国色。究竟谁是伪装者？下期天天向上，带你玩转多彩新世界。
感谢独家冠名商猿辅导在线教育，猿辅导在线教育以科技助力教育。是的，春天到了，一起坐着火车逛去吧，耶！我们下周日晚再见。